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心狠手辣的女人面相。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类女人，她们自私、狡猾、歹毒，爱挑拨是非，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对她们都嗤之以鼻，唯恐避之不及。最毒妇人心就是用来描述这些人的。那从面相角度出发，这样的女人都有哪些面相特征呢？小酱汁老师今天来为酱友们分析一下。一、桃花眼，鲫鱼鼻。鲫鱼鼻指的是瘦上和年上高耸，山根细小，鼻头下垂。桃花眼、鲫鱼鼻的女人出生条件一般比较弱，与家人关系不会和谐，并且在16到20岁极容易受挫，容易因此而心理扭曲。他们的异性缘不错，但是难以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人，即便是对待另一半，也会对其防备心十分的重。在26到30岁，他们极容易因为双方的财务问题而出卖另一半，手段极其低下。二、眼尾下垂，剑锋鼻，上嘴唇带痣。剑锋鼻指的是鼻梁如刀背一样单薄孤立，准头没有肉包裹，鼻子看起来瘦削。眼尾下垂，剑锋鼻，上最准带痣的女人，为人比较小气，喜欢斤斤计较，并且喜欢记仇。她们的能力不错，但是在职场中喜欢与人针锋相对，处处结怨，人际关系不佳。在30到34岁，她们极容易因为某些事情纠纷而导致有牢狱之灾。心肠狠毒的她们大多会设下陷阱，让其他人与其一起承担责任。三、天庭窄，张鼻，招风耳。张鼻指的是鼻子长得很小，鼻头尖，兰亭和眼尾向外突出，鼻孔外露，天庭窄。张鼻招风耳的女人薄情寡义，贪图利益且不讲信用。她们容易与家人或者亲戚关系不和，属于为了利益会出卖家人或亲戚的面相，并且她们的财运较弱，逢投资易亏，在30到34岁极容易因投资失误而欠债。而即便亲人或是另一半帮其还债，他们也不会懂得感恩，大多会以怨报德。四、左颧骨上带痣，圆鼻，嘴唇厚。圆鼻指的是鼻孔小，嘴巴尖，给人尖嘴猴腮的样。左颧骨上带痣，圆鼻，嘴唇厚的女人，为人比较聪明，但是嘴巴不饶人，容易咄咄逼人。在爱情方面，他们会比较计较另一半对自己付出的多少。一旦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他们会以苛刻的方式来惩罚对方，或者是逼迫对方。另一半容易因此而受委屈。在事业方面，他们习惯压制下属，人际关系不会太好，且喜欢背后道人是非，与人合作，则习惯以低下的手段来获得某些利益。五、三白眼，猪耳，下巴歪。猪耳指的是耳朵长得厚实，但是没有轮廓，有垂珠。三白眼、猪耳、下巴歪的女人一生诸多坎坷，感情方面容易因过多猜疑与算计他人而遭报复，特别是29到34岁容易经历离异。他们对他人不会过于和善，容易挑剔他人的毛病，并且一旦他们不能满足自己的某些利益需求，他们会选择无情的方式来对待对方。在职场中，他们喜欢算计他人，从不让人占便宜。不平衡的相处关系容易让其人际关系十分尴尬。六、剑鱼耳，鼻子歪，人中窄且浅。剑鱼耳指的是耳朵上不高过眉1寸多，下面没有垂珠，像剑羽一样。剑鱼耳，鼻子歪，人中窄且浅的女人，为人比较在乎他人的看法，内心比较自卑，做事也缺乏判断力，容易因某些过失而情绪不稳。在27到31岁，他们极容易因情绪失控而与他人发生摩擦，甚至会发生血案。而在36到40岁，他们则易因轻信他人谗言而背后算计他人，大多容易因此与人结怨。七、低反耳，人中带痣，门牙歪。低反耳指的是耳朵长得很低，耳轮向外翻转张开。低反耳，人中带痣，门牙歪的女人容易想得多，做得少。他们的欲望大，但是却懒散，喜欢坐享其成。在21到24岁，他们极容易因贪图某些利益而做出某些伤及亲人或是另一半的事情，
容易因此而让他们的身体受损。在32到35岁，他们则容易因事业合作纠纷而与背后算计他人，最终亦让对方身败名裂。8. 鬼眉，鹰钩鼻，脸颊无肉。鬼眉指的是眉毛长粗黑，逼向眼。鬼眉、鹰钩鼻、脸颊无肉的女人心肠狠毒，表面待人温和，实际喜欢算计他人，并且喜欢扭曲事实，嫁祸于人。他们对待至亲也不会心软，一旦他们伤及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选择一些低下的手段来报复对方，并且事后还习惯不承认，将自己的过错推卸给其他人。在28到33岁，他们极容易因为贪图钱财而算计朋友或是另一半，对方容易因此而破财。9. 鼻梁起结，双眼突出，嘴唇薄。这种女人为人强势，霸道不讲理，没有慈悲心，不懂得感恩，喜欢恩将仇报，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她们大多脾气暴躁，容易因小事与他人争吵，会不惜使用他人无法接受的手段来算计他人。在27到30岁，他们容易为了获得某些利益而以连坑带骗的方式来骗取身边的人，最终亦因此而让他人利益受损。10. 双眼无神，鱼尾纹深，嘴巴歪且龅牙。这种女人情绪容易不稳定，做事也缺乏思考，容易因他人的某句无意的话语而耿耿于怀，并私下找机会报复对方。对侵犯自己利益的人，他们绝不留情。在26到28岁，他们的桃花运不佳，容易遭遇烂桃花。他们大多最终选择过激的方式来威胁对方，让对方做出某些妥协，容易因此而让彼此的声誉都受损。在38岁到41岁，他们则容易为了事业晋升而不断诋毁他人，容易让他人事业严重受损。11. 耳后见腮。我们这里说的耳后见腮，就是从一个人的正面看，腮帮子向两边翻起；从侧面看，腮骨高高很尖，并且向耳朵后面突出去。在面相学来说，这种面相并非是好相，拥有此面相的女人是不值得深交和来往的，也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因为她们一向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且她们的妒忌心很强，见不得别人比她们好，不然她们就会使阴谋诡计算计人家，导致人家遭受重大损失。假如你身边有这样面相的人，最好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时时刻刻地防备着他们。12. 眼尾勾圆。所谓的眼尾勾圆，也就是指眼睛的尾段，上眼皮和下眼皮相连的地方，弧线像勾圆形状，眼睛看起来很圆，很灵活。有这样面相的女人，表面上看着很和善，对人谦卑有礼，可实际上她们颇有心计，喜欢打坏主意，使手段。她们脑子活络，反应很快。假如你跟她们正面接触，她们不敢正视你的眼睛，有些神情恍惚的话，那只能说明她们心里有鬼，阴险狡诈，坏事做尽。13. 颧骨高尖。人们常说女人颧骨高，杀人不用刀。虽然这话说的有些偏激，但也并非全无道理。在面相中，颧骨高高凸起，没有多少肉包裹，显得十分尖锐的女人，一般都自私自利，眼里只有自己，说话做事嚣张跋扈，肆无忌惮，而且金钱欲望很强。他们对财物、对配偶都有着较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在家里管钱、管物、管家人，喜欢掌握大权，但是又没有收入来源，就只有去督促男人出去挣钱，一点也不会心疼对方。每个人的命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想要完全了解，需要根据其各方面信息综合分析。以上分析只代表小酱汁的个人观面相吗？常常听老一辈的人说，地包天的面相就是一副穷人的面相，但娱乐圈中有不少有地位的人士都是地包天的面相，例如赵本山、周亚鹏、周华健、蔡康永等，他们个个都非富即贵，并非穷人。而我们在面相学中，地包天果真主贫穷吗？为此，小编整理了相关文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男人地包天面相。地包天也叫兜齿，
上排牙齿代表着天，下排牙齿代表着地，此乃天地合一之说。有这种牙齿的人，一生运程反复，晚年运可能也不是很好，应多多注意。地包天人行动力比较强，男性的话比较有成就，但也有小三；女性会比较自私，有点计较，某程度都可算强人。若太薄，姻缘始终不算太好。地包天这类人在感情生活中也有不顺，不管男女都易在情场中遇到挫折。2. 男人地包天是不是遗传的？地包天的形成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父母中有人是反恶，宝宝就有遗传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占1/3。但地包天也并非全部是遗传的，有的时候是人工哺乳姿态不正确，如婴儿的仰卧喂奶，也可迫使婴儿为吮吸便利，从而前伸下颌，最后导致地包天。3. 男人地包天的面相好不好呢？地包天也就是属于下巴尖的类型，这面相相对来说是不好的，因为下巴是地基，在工作上会与员工产生不利的影响，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做生意。男人地包天面相，什么是地包天？上为天，下为地。地包天面相就是上下牙齿对不齐，下牙齿太向前，包住了上牙或者挡住了上牙。总之咬合不齐。地包天是最常见的颌骨发育性疾病，影响美观。正常的情况下，上颌的牙齿盖住下颌的牙齿，地包天反过来，下颌牙齿往前伸，下颌牙齿遮住了上颌牙齿。男女地包天都容易在情场中遇到挫折。地包天人行动力比较强，男的话比较有成就，但也有小三；女性会比较自私，有点计较，某程度都可算强人。若太薄，姻缘始终不太好，中间有一条缝，说话不客观，爱撒谎。地包天面相可能会影响夫妻缘，比较自我，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感受，利己，而且人缘也不是很佳，命很硬，逢多大的难都无视，脾气很急躁，很厉害，自私，会精打细算，为自己考虑。这种人的亲人恐怕会福大，命不大，因为亲人的福寿会和自身的遭难相抵，所以要尽量避免干任何危险的事情，自己躲过一难，亲人可能就要减少福寿了。地包天派生出来的细致条目理解是非常广泛的，以上为天，以下为地。包有包容与超过的意思，也有承载的意思。俗话说地包天而有福，则不是牙齿的地包天格，因为牙齿以平齐坚固白润为吉，地包天则是地有余而天不足，并非吉祥多福。地包天而多福是指下庭圆润，朝拱上庭，形成晚福的格局。如果上庭相离也忧，则天地呼应，福泽深厚。根据就是相学千锤百炼的理法，看来单纯的地包天面相并不见得有福。虽然朱元璋和一些名仙大腕都是地包天面相，但也因为其他地方的配合才能成就他们的好命运，所以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说地包天面相就一定是福相。4. 女人地包天的面相好不好呢？ 1. 门牙歪斜或者有缺损的人，这样就代表了他与双亲的缘分很浅了。2. 牙齿洁白整洁并且坚固的话，另外脸型也配合的均衡，表示他性格开朗，为人乐观热情，具有超强的行动力。3. 门牙大开，这就表示他活动比较旺盛。4. 上下牙齿都是很小的，这种人警戒心是比较高的，而且嫉妒心也特别的深。5. 燕齿形的人，个性粗暴，容易招来危险，而且天生一副破财之相。6. 门牙有空隙的，他不仅仅是双亲缘很薄，还会缺乏了存钱的能力。7. 2颗门牙特别的大，那么这种女人是比较难相处的，好在有子缘。5. 地包天女人的面相，地包天的女人由于地势丰隆，所以一生衣食无忧。所以女生地包天而多福，是指下庭圆润，朝拱上庭，形成晚福的格局，福泽深厚。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女生地包天利己不利六亲，地包天的女人命很硬，逢多大的难都无视，脾气很急躁，很厉害，自私，会精打细算，为自己考虑。在命运方面，
地包天的女人，她身边的亲人福寿会和自身的遭难相抵消，所以无力六亲，福寿双全，宜注意健康长寿平安，老人长辈的祝寿礼物。6. 地包天面相好吗？面相学上多认为地包天面相的人行动力大多比较强，因而他们比较容易取得一定的成就。而男性呈现地包天面相，则提醒命主要学会克制自己，尤其是在感情上要更加的专一。女性呈现地包天面相，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自私，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在很多时候，一点点的自私能够让我们取得更好的成就。此外，地包天面相的人亲缘可能会比较差，他们可能会比较自我，在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只顾自己而不顾他人的感受，这对他们的人际关系将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更为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异性缘下降，因而提醒有着地包天面相的朋友在这些方面要多加注意。地包天面相的人，他们大多命很硬，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危险等都能安然的度过。他们在生活中会精打细算，因而小日子也能过得非常的舒适幸福。从面相学来解答，普遍观点认为，上排牙齿代表着天，下排牙齿代表着地，此乃天地合一之说。有这种牙相的人，一生运程反复，晚年运程可能也不是很好，应多多注意。7. 地包天的面相是穷人的面相吗？地包天的女人因为地势很丰富，因此这种面相的女人一生不愁吃穿，而且会有很多福气。其实所谓的地包天，就是下天比较圆润，向上面拱，这是一种有福气的命格，而且一生都会有很深厚的福泽。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地包天的女性对自己有好处的六亲没有好处，而且这种面相的人命很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都没有太大的事情，脾气方面有些暴躁，也很自私，会精打细算，事事都会为自己考虑。在命运方面，地包天的女人，亲人们的福寿会与自己的灾难相互抵消，因此对六亲没有太大的好处，但是自己却可以健康平安，甚至是长寿也算不错。从面相上分析，地包天的女人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因此容易获得成功。如果是男人有地包天的面相，提醒这种命主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尤其是在感情上，千万不要三心二意，要学会对感情专一。女性有这种面相，在生活中或许有一点自私，但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偶尔自私一下，能够令自己有更大的成就。除此之外，地包天的人并没有太好的人缘，因为在生活中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很多时候都只会照顾自己，而不会顾及到他人的感受，导致人际关系越来越差。更加严重的是，这样会导致这种面相的人没有好的人缘。从这方面来考虑，建议命主一定要学会交朋友。尽管地包天面相的人命很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危险，但是都是可以安然度过。正因为这种面相，才使得命主在生活中懂得精打细算，过上富足快乐的日子。一个人的面相长大之后似乎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地包天面相的男男女女们都需要从其他方面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一生中有很好的运气，但是人缘不好，成功运也会大打折扣。为了以后更加辉煌，一定要改变一下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顾及一下他人的感受，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人缘，在自己遇到困难时会获得。女生男相的人命运如何？相书上说，男生女相主富贵，女生男相多劳累。也有人认为男生女相的人大多寿命不长，女生男相的人大多是劳碌的辛苦命。从这两种看法来看，女生男相似乎都是一个不好的面相。什么是女生男相呢？女生男相真的不好吗？命运如何呢？小酱汁老师今天来为酱友们讲解一下。女生男相就是女生的面相、外表、心态、性格等都表现出偏向男生的特征，比如五官比较硬朗英气，表现出额高、眉粗、颧高、鼻大等特征，声音较粗犷，体态没有一般女子纤柔等。
从命理学上看，女生男相并不一定不好，需要结合具体特征来看。有的特征事业上容易成功，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有的特征则比较艰难，一生较为劳碌。具体哪些特征命运好，哪些特征命运差呢？接下来为酱友们具体介绍一下。一、女生男相凡具有如下特征，大多事业成功，能有富贵可取。一、权高有肉。相学上认为权高有肉，有权有势。女子颧骨过高，权力与职位会超过男子，亦有威严，不过容易令人感觉到不敢亲近。婚姻方面自然多不顺利，但埋首工作，努力经营事业，则事业顺利，获得富贵。二、鼻大肉厚。鼻宫在面相学上被称为财帛宫和夫星，故此女子只要鼻生得够亮，就意味着会嫁得好，老公会有财富和地位。然而鼻头过大、鼻翼肉厚的女子控制欲强，主观性强，不会轻易受人摆布和支配，很难做个100%温柔体贴的女人。相对来说，要找到一个与自己十分般配的男子比较困难，故此异性缘一般，唯有觅得年纪比自己大些的伴侣，生活和家庭才能幸福。三、口大唇厚。俗语有话，口大识穷郎。在古时，女子口大真的是较难嫁得出，比起樱桃小嘴，口大唇厚确实少了点外在温婉，皆因嘴细的女子性格内向，而且胆小害羞，相对拥有大嘴巴的女子则性格外向，而且适应力强，喜欢靠自己的双手做事，少了点依赖性，故相对现代今天，这类女子可在社会上大创一番事业。四、浓眉大眼。女子眼大眉浓本身还是相对比较匹配，怕的是眉浓眼睛又小。眉毛浓的人大多性格刚直，作风强硬，比较霸道，男性性格特征非常突出。不过这类女性如果选对行业和职业，也定能做出一番成就，比如从事武职，文职不佳，也适合当公教人员或记者，不适合当文书行政方面的工作，原因就是这类女子与男人相比多了一份女性视角，且刚柔兼备，很容易出人头地。五、额头宽广。一个人的额头代表其事业地位，也代表其人神志清明，预料、判断、逻辑思维能力特强，故此无论男女，额头生得宽广，心胸定然宽广，能够有所作为。不过女性则会因为事业心强，难免忽略家庭和子女，同时也因为太过理性，感性方面却会略显不足，不懂得撒娇，给男人少了一份牵挂，依恋终究会造成感情方面的阻碍。二、女生男相，凡具有如下特征，人生成功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一、美人生须。相信每个女士都希望拥有浓密的眉毛和眼睫毛，除此之外，手毛、脚毛粗长又或美人生须就不是每个女士可以接受的了。假如女子生须，尤其是手毛、脚毛、胡须又粗又长，除了有碍观瞻，在相学上更表示为人极其暴躁和气怒，使人敬而远之，所以人缘相对一般。同时爱情易受影响，建议剃去胡子来改善脾气。一般说来，他们的工作尚可，有胡须的女人工作上的表现普通，但是婚姻较迟，老公容易有外情。另外就是小人也较多，尤其是要注意口舌是非。二、颈有喉结。受到荷尔蒙分泌失调的影响，有些女子可能会出现喉结突出的不正常症状，虽然对身体没有直接的伤害，但就容易形成如下危机。首先就是工作多起伏，其次就是感情方面多波折，但会得真爱，再次多口舌是非，因为喉结跟讲话有关，容易惹来很多口舌是非。三、说话声音像男生。道家认为物质有阴、光、气三种能量形态，其中气是物质能量的基础结构，而光是物质的高级能量形态，阴是物质能量的最高表现形式。因为阴可以穿越气和光，因此声音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影响至深，理由就是因为声音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能量场产生的影响特别大。除此之外，关键是人们说话，别人听音。
如果对方感到不舒服，定然会产生排斥的心理，你就难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这样一来，人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就很大。对于女性说话声音像男人，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就是事业容易破败，主要是与人沟通交际障碍较多。其次就是比较克夫，原因就是这种声音属于雄声，属阳，而丈夫也属阳，有相互排斥的倾向，阳无阴资。再次就是漏财，尤其是声音有破裂之象，就更要注意。总的说来，女生男相的女子大多阳刚气过盛，个性刚硬，无论事业顺利与否，一般就会比较辛苦。同时身段较硬，不愿屈就，事业心、责任感都比较强烈，导致男子却步，留在自己身边的异性只属称兄道弟私密。想为自己缔造美好姻缘，虽则不易，这种情况该如何化解呢？第一，迟婚。因为你的年纪大些，经历事情多了，应对生活中的问题就相对比较从容，自己也就不会太多计较。第二，嫁个曾结过婚的男子，因为对方有过婚姻经历，会知道婚姻要的真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加之对方经历过婚姻，应对婚姻矛盾也会有分寸。第三，夫或妇到外地工作，聚少离多，这样一来减少了平时相处的矛盾。第四，婚配年龄适当保持一些差距，最好大就大些，比如10来岁以上，或者小就小些，小个10来岁。大的处事周全，你也就很少意见，小的就是你做主，依然可以相安无事。其实女生男相并不是不好，这类女生也会有好运。当然了，有些方面的运势并不理想，总的来说生活还不错。面对生活，每个人都需要成长，大家不要着急给自己的人生下定论，因为没有过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人生还能有什么样的转机。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